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412期迷彩虎军情，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牛菲菲。春节前夕，中国空军给国人送上了一份新春贺礼，宣布歼20战机列装作战部队，并担负战备值班任务。这不，才刚刚实战部署，就对东亚的战略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。2月中旬，美国空军下令将撤走驻扎在琉球加手纳基地的首个完整 F-35A 隐身战机飞行中队第34飞行中队。本来 F-35A 和歼20即将隔着700公里宽的中国东海隔海对峙，一时间迎来了全世界吃瓜群众的围观。大家都想看看世界上首场隐形五代机之间的华山论剑究竟战况如何。谁料到不争气的 F-35A 中队却高挂免战牌，36计走为上，溜之大吉。话说歼20真的有这么厉害，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吗？咱们还是从实战演习中来看看吧。中国造出歼20后，一大批国家觉得中国行，我也行，现在一个比一个惨。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回复超越中国，为什么其他国家费尽心思就是造不出合格的五代机？之前空军为了检验歼20的实战能力，就曾组织过歼20和3代、3.5代机之间的对抗，以及歼20和歼16强联手进行突防的演练，结果和预想的基本相符。在歼20面前，3代机完全就是被碾压和吊打的下场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演习中的2架歼20还是阉割版的，只挂上了增大 RCS 的龙脖透镜，携带了中远程空攻弹，没有携带近程格斗弹。对手则是空警500预警机率领的3代、3.5代战机编队，是我军目前最强的4代以下空中作战力量。结果阉割版的歼20依然成功地击落了预警机和所有的3代机，3.5代也几乎全军覆没，代价是损失了1架歼20。之后在红箭2017体系对抗演习中，完全版的歼20和3.5代的歼16组成了最强踹门组合。为了进一步检验突防攻击能力，歼20利用隐形优势一路开导，歼16紧随其后打扫战场，演习效果完全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，很轻松的就突破了对手的预警机、3代、3.5代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阵地。在中国当前最强的立体防空网面前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横扫四方。对方战机还没有探测到歼20的情况下，就被大量击落。雷达、防空导弹通通被摧毁，其中只损失了1架歼16，而歼20则零损伤。这战斗力，如果换成全部由歼20组成的突击编队前出，将是零损失下成功摧毁敌方的防空体系了。美国智库 CSIS 更是特别制作了3D 版歼20模型图，分别用8个部分来研究歼20的主要性能。研究结果表明，歼20的隐身能力不容小觑，战力强大，比亚太国家任何部署战机都要先进。怪不得老美听说歼20将执行春节战备值班任务之后，跑得比那谁都快。据网传，首批歼20会极有可能被部署到东部战区空军东海一线基地。根据网上最新卫星照显示，山东半岛的黄海一线基地赫然出现了至少2个歼20的地面机库设施，甚至还画好了歼20专用停机位。歼20在不挂副油箱、不空中加油下，有约2000公里的作战半径，可覆盖日本列岛大部。如果挂在4个副油箱，或者经过1次空中加油，歼20战机基本可飞遍整个东北亚，甚至可到达北太平洋。未来的战争就是网络化作战能力。歼20在编队中可充当前方信息探测节点的作用，将探测到的敌方目标信息传给后方的歼16战机，而歼16则利用可以外挂的优势，充当大量中远程导弹发射平台，也就是武库机。这种一体化网络作战能力，还可以跟地面、海上其他各种平台进行实时信息交换。歼20可以利用自己的高速、隐身、大航程、强探测能力、强数据传输能力的优势进行突击侦察。而且歼20探测到目标后不需攻击，只需把目标数据传输给后方的东风21D 导弹，然后就是导弹与其射。一体化网络作战可以达到很多以前无法达到的设想，是大大增加体系作战能力的一种方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美军，就真的舍我其谁了。想当年，美空军第34飞行中队刚刚部署到加手纳时，真是嚣张坏了，仗着自己的隐身优势，频频靠近中国东海一侧的防空识别区打擦边球，向中国空军示威。如今算是玩废了。老美呀，
这次咋说溜就溜了呢？消极避战可不是美国空军120年来的传统做派呀。当然，按照美军一直以来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，对外解释说，小弟们不要担心，我们撤走34中队，不是害怕与东海对面的歼20隐身战机碰面，而是第34中队本次轮流部署的时间本来就为期半年，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正好期满。哎，好吧，好一个冠冕堂皇又合情合理的理由。不过菲菲听起来总有些英雄气短。最后推荐一款3D 策略手游给大家，游戏采用自研引擎，拟真战斗场景，完美呈现各国200多架王牌战机，360度全景画面自由逆袭。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，搜索“迷彩虎军事”，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， 在游戏中体验血染长空的惨烈空战。